孙中山到达日本，梁启超试图拉拢孙中山支持他的理念，提出外围变法、内实革命，甚至于还告诉孙中山，你这几年先不要搞革命，如果我改革失败了，你再革命还来得及。孙中山直接告诉梁启超，在等待中国叫亡国灭种。双方大概从1902年讨论到1903年，梁启超还试图让孙中山跟康有为和解，康有为直接就称孙中山为孙贼，孙中山就给了康有为4个字：痴人说梦。很快2个人就反目了，双方就在日本展开激烈的搏斗，基本上围绕在4个问题：革命问题、反满问题、土地问题，是否要反帝，哪些问题要优先解决，就变成这一群在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1907年，《新民丛报》就出最后一刊，这一场辩论的以《民报》大获全胜收场。但他们所讨论的很多内涵，今天似曾相识之感啊！对，为什么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李一修历史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我们的历史讲堂司徒思明系列哦，谈什么呢？最近我们谈到革命势力的大会串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的总会叫什么？叫中国革命同盟会，又叫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既然是同盟会呢，力量大汇集了，那当然要怎样？要重拳来出击啊！与同盟会同一时期呢，也在中国救国路线上的是谁呢？是由梁启超、康有为所领导的立宪派当时立宪派呢也成立了保皇会两派之间开始形成非常激烈的论战上期呢，我们聊到说同盟会的人员的构成而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好好聊一聊这一场攸关中国清朝最后时光的救国路线的大会辩，他们当中呢到底论战了什么？这一些路线之争呢，对中国影响尤为深远事实上，这个路线的论战让两边的会此消彼长，最终决定了清朝的最终命运地质余晖之下，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呢。一场呢，中国的这一些士大夫或者是说中国的新旧知识分子之间呢，非常高强度、非常有趣的，也很有深度的讨论的中国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这个从鸦片战争以来被击垮的中国巨人呢，该如何的再重新站起来呢？好，那我们关于这么复杂的问题，我们当然要请教谁呢？我们来请教王立本老师，学长好。嗨，学弟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是学长，我们上一讲把同盟会成立的由来跟脉络都讲了而这一期我们要继续接着来讲同盟会成立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呢，其实呢有2件一件就是搞革命的实体运动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讲但与此同时呢，跟立宪派之间呢剑拔弩张的气势已经完全势无可免我们上期也提到梁启超跟孙中山的路线之争势必要爆发一场中国在帝制最后的时期呢最激烈的一个争辩，谁来救中国，谁来领导救中国，到底在清末这一场涉及这么多高手之间的论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来跟我们讲讲革命派跟立宪派的论战？简单说任何一个政治团体都一样，论述能力可以说是软实力的核心。如果论述能力不行的话，你从事任何一种政治活动，你都没有办法把你的理念把它推广出去，你也没有办法去跟你的对手进行竞争。那清朝末年发生在日本的这一场中国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论战，等于是在讨论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未来中国要变成什么形态的国家。1902年孙中山到达日本，很快就在日本友人的介绍之下，孙中山跟梁启超之间就开始有了一些联络了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里面他就有讲到，他一开始的时候还试图跟孙中山取得一个调和，希望能够拉拢孙中山来支持他的理念。我可以告诉各位，梁启超、孙中山跟康有为其实本来应该好讲话的你查一下他们的籍贯，你会发现他们的所在地都在珠三角，都是标准的广东人所以他们应该是有相同的理念或类似的理念才对当时梁启超是提出了一个他的看法，告诉孙中山叫做外围变法、内实革命。他就告诉孙中山，你要的不过就是实行民权，然后要满洲的权贵交出权力嘛。那这一点来讲，我们是一样的
我的目的也是要实行民权，然后让这些满洲的权贵能够听从我的教导啊，逐渐的放开权力，进而达到国家改革，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宪政国家这样的一个理念。不过当时梁启超跟孙中山却有一点完全没有办法调和，为什么？因为孙中山非常坚信美国式的共和主义是未来整个世界的潮流啊。这是双方非常大的一个旗舰。他当时跟梁启超几次会面，他就告诉梁启超，你把希望寄望于满洲人的改革，等于是叫满洲人自我放弃权利。他认为绝对不可能做到，因为满洲人放弃权利的结果，就会失去他们在政治上的优势，进而让汉人对他们实行报复。光是这一点，他就认为满洲人不可能做到放弃权利的哈。梁启超甚至于还告诉孙中山，你这几年先不要搞革命啊，那我现在努力几年，如果我改革失败了，你再革命还来得及啊。孙中山直接告诉梁启超，我不能再等待，再等待中国就要亡国灭种，中国就要被瓜分，我不能等待。双方大概从1902年讨论到1903年啊。梁启超除了跟孙中山讨论这件事之外，梁启超本来还试图让孙中山跟康有为也能够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梁启超当时在《饮冰室文集》里面就记载，他说康有为直接就称孙中山为孙贼，你这是造反。康有为说，我是奉了光绪皇帝的密诏，要出来杀慈禧救光绪，重新恢复戊戌变法。孙中山就给了康有为4个字：痴人说梦。所以很快2个人就反目了哈。后来梁启超讲他非常痛苦，因为康有为在1903年的时候告诉梁启超，你如果继续跟孙中山来往，我就跳海自杀。梁启超后来没有办法，因为梁启超我们知道梁启超这种人他是尊师重道，对，本质上还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他的老师已经这样了，所以他就没话可说了啊。我跟你们讲，另外还有一点啊，梁启超跟孙中山这段时间促成他们2个见面，试图达成协调，主要是日本的黑龙会、内田良平这些人啊。内田良平跟梁启超跟孙中山都是好朋友。对，日本他是希望说能够把所有期待中国成为一个新国家的力量全部都汇合起来，再接受日本的指导，未来能够在中国有所作为。但是一般的看法是1903年的春夏之间，孙中山跟梁启超就谈不下去，双方就逐渐的渐行渐远，各自努力了哈。这里还要跟大家补充一下保皇会，因为1899年的时候，当时康澜已经流亡海外了嘛，那康有为呢就号召这一些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就组成了所谓的保救大清皇帝会在哪里成立的？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来成立当时呢还有一个所谓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搞了一个很盛大大家可以看到保救大清皇帝会这当时的组成的成员。希望这一点是不是也是让后来梁启超跟康有为其实也是渐行渐远？对，梁启超认为说，如果你不断打着光绪皇帝的旗号在外面作为整个政治号召，要是有一天光绪皇帝不在了，你这个会要怎么持续下去？梁启超认为应该要有一个更远大的愿景，这个愿景就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式的现代化宪政国家，应该要以这个为号召才是正办至于未来如果就算不是光绪当皇帝，或者慈禧有天也是会死掉了如果不是这些人在当权，我们这种主张还是可以继续推动下去，不会因为这些人的死掉或者离开权位，我们的政治主张就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康有为不断强调他跟光绪皇帝之间的关系有多好有多好，其实现在已经有许多学者考证过了嘛，晚近以来恐怕他跟光绪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像他自己讲的那么好梁启超事后讲，他认为康有为的思想在1902、03年之后逐渐趋于落后了因为他没有看到中国内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前面讲立宪运动，张謇、汤化龙这些人都认为，只要慈禧愿意支持立宪，我们也不会想要反对慈禧，这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人也崛起，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载沣嘛。载沣，摄政王。对，没错，载沣这时候已经开始掌权了，你还谈什么光绪啊？对不对？慈禧已经传出身体不好了，到底能活多久，我们大家心里也有数，对不对？应该要放眼未来，所以梁启超就认为康有为已经落伍了啦，所以他们师徒2人，他们没有正式反目啦。康有为数度以死相逼嘛，这种情感绑架最可怕，对不对？情勒大师啊，对，没错。梁启超不会公然忤逆他老师，他就跟他老师渐行渐远。救不救光绪已经不重要了，光绪就算死了也没关系，反正我只要好好教导载沣就可以了嘛。那这就涉及到很多各种不同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先讲一下1902年，梁启超他就已经在东京成立了《新民重报》《新民重报》一开始就是保皇会的机关报，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相当多的留日的学生订阅《新民重报》。
不过呢，大概基本上到了1904年之后，梁启超的立场开始些微修正，就是他不再宣扬保皇，保皇就是在保光绪皇帝，不然你保哪个皇？梁启超从1904年7、8月之后，他的整个宣传的口径就转为支持立宪。但是1905年，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开始正式发行之后，梁启超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啊。因为本来在整个留日学界面，他的《新民丛报》是一枝独秀嘛，其他革命党的刊物都是小小的，对不对？但从现在开始，革命党统一起来了，有一个强大的刊物开始出来了哈，就是在舆论上跟思想上的阵地，双方就展开激烈的搏斗哈。我告诉各位，这场搏斗大概从1905年的夏天开始，一直进行到1907年的11月，整整进行了2年多哈。而且双方围绕在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进行激烈的辩论，而且这些辩论一直到今天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哦。简单说，就是中国是要变成什么样的国家？未来中国改革之后，或者说革命之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哪些问题要优先解决？就变成这一群在日本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了解梁启超背负了多少啦。好，双拳难敌四掌，他也不是四掌，他是一支笔要对上4支大笔哦。那我想这个当然是整个的大背景。那梁启超这个时候4大问题啊，就成为了他们聚焦讨论辩论的一个核心哦。我想当然每一个人对待这里面的态度各有落差哦。比如说当时梁启超对于像宋教仁啊，他就直说啊，哇，这个人就是蛊惑青年呐哈，因为宋教仁活动力非常非常的强啊。另外呢，章太炎跟蔡元培就非常的反梁哈，他这个对极度的反梁，其实还有一个点啊，他们都属于传统的读书人啊，所以在意识形态上或者是在出身背景上啊，大家要比什么？比学问嘛？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功名啊，所以呢，当然要来比一比啊。比如说像蔡元培他是进士嘛，那康有为是二甲进士嘛，那梁启超是举人。其实梁启超如果要考，我相信他考中进士的几率也是非常高，迟早会考中的。对啊，那头脑实在太好了，所以开战双方就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势必的要来一决雌雄啊，所以就开始了所谓的大论战哦。那当然第一点哦，学长是不是来帮我们讲一下所谓的革命问题的论战呢？他们主要在争执的是什么呢？革命问题哈，中国到底需不需要利用革命的方式来进行变革，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先讲一下梁启超在1905年的夏天，开宗明义有讲，一国之大不幸，莫过于流血革命。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认为一个国家最大的不幸就是在于手足同胞之间的互相残杀哈。他举法国大革命的例子，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不但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共和政治，反而造成2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一个，革命之后，革命党内部的自相残杀，当时法国几乎是没有一天有宁日，可以这样讲，双方就互相把对方推上断头台嘛，对不对？所以今天议会辩论输了，下1分钟可能就在断头台上失去了头。我告诉你，暴民政治这4个字就是梁启超提出来的。他认为法国最后的结果就是暴民政治哈。第二个是梁启超当时就警告革命党，如果你把满清政府推翻了，不但会形成暴民政治，有可能会造成军阀割据的结果。当时中国各地的地方主义已经兴起了，而且势力越来越庞大啊。他说，如果这种地方分离主义没有一个普遍的皇权来作为国家的一个统一的一个连结点的话，那有可能中国会走向军阀分裂割据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第2点。第3点，如果一旦中国在革命之后出现动乱，你革命党也没有办法去收拾这个动乱，那最后最有可能结果又是比照法国大革命，出现军人专制的状态，一个手握重兵的军人有可能因此出面夺权把整个革命的果实全部夺走，那整个国家的民权状态反而会倒退。其实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在说谁，大家的心里都有数。袁世凯，梁启超最讨厌这个人，对不对啊？但是不得不说，稍有尝试的就发现，梁启超讲的每一件事情，后来都应验嘞，没有错哈。所以这个人真的就是还是那4个字，绝顶聪明啊。对，绝对是这样的哈。而且他最后警告当时的革命党，如果你用革命的方式把满清政府推翻，不但你们的民主共和体制没有办法建立，而且中国必将大乱一家子。他说，告诉革命党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对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这是梁启超当时的主张。那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尤其当时的《民报》主要在针对革命问题跟梁启超对战的，主要是宋教仁跟汪精卫当时宋教仁跟汪精卫用的方法4个字：天赋人权，也是法国的主张，对不对？宋教仁跟汪精卫就认为天赋人权是已经经过欧洲从启蒙运动以来到这个时候已经100多年的验证这是所有每一个人都该享有的天赋权利，没有任何人可以加以剥夺他认为说，在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君主立宪，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你保留的贵族跟皇权，就不可能实行所谓真正的天赋人权当时这是一个说法。当时孙中山就告诉梁启超，未来主导地球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是君主立宪，未来美国必将成为地球上最为强大的国家，而美国实行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民主共和制。所以当时孙中山就告诉梁启超，你的这一套已经落伍了只有实行民主共和制，才有可能让中国未来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先进的国家这到底要不要革命？这个是当时革命党跟立宪派辩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另外再补充，梁启超当时还举了一个例子，英国的光荣革命。他说，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发生革命没有错但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却能够不流血，最后真正确立了英国的议会政治。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基本上英国就完全走向虚位君主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梁启超就告诉当时的革命党，明明有一条不流血的改革道路，你们为什么革命党非要去重蹈法国之覆辙所以当时就警告革命党，赶快悬崖勒马，不要再搞革命，否则的话对国家造成的伤害会非常的巨大。是在革命问题上面这一番论战之下，其实各有各的一个论据啦。但是当然从事后来看，革命党当然是成功，但是梁启超的预言却也都实现了那当然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主要是在哪里呢？是在如何处理满洲人的问题之上学长，要不要反满？哇，这又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各位知道吗？我们今天念之在之的一个名词叫做中华民族。各位，你知道这中华民族这4个字是谁提出来的吗？就是梁启超后来变成大家朗朗上口的，是不是我告诉各位，在梁启超之前，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名词。梁启超简单说，他主张大中华民族主义。梁启超他认为什么是中国人？他开宗明义开始定了，所谓的中国人就是包括满洲、蒙古、汉人以及其他中国领土之内的各民族叫做中国人。他认为说，满洲人已经入关中国200多年，实行孔孟之道，信仰中国的儒学，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中国社会之中。因为他认为其他的各族对中国都有贡献，所以梁启超反对排满思想。他认为排满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家的分裂跟动乱，而且梁启超当时警告革命党他说，如果你们持续讲排满的结果，那就是给帝国主义者可乘之机。帝国主义者必然鼓动中国的边疆民族走向独立。他说，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收拾不了这个乱局，会让中国承受巨大的损失当时梁启超甚至还提出一些数据，他说，在北京城里面，满汉通婚已经非常普遍了。他说，你这种排满的思想不是撕裂骨肉亲情吗？甚至当时还反问革命党，这是禽兽的行为，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在这个问题上，主要跟梁启超对战的是2个人。首先第一个就是章太炎还宋教仁也有。章太炎当时就告诉梁启超他说，你连最基本的夷夏之防你都不知道，你凭什么谈继承孔孟圣道？当时章太炎在《新民丛报》写文章骂梁启超他说，满洲人乱我人种，坏我衣冠皆为禽兽虎辱之所为，不把满洲人彻底驱逐出汉地18行省，中国之祸患永无停止之一天。他就告诉梁启超，你都忘记过去满洲人怎么整汉人的吗？嘉定3屠，扬州10日，这是当时章太炎最喜欢举的例子惨绝人寰他告诉梁启超，这种血海深仇怎么可以忘记，怎么可以不报他说，你连这个都忘掉了，你真是愧对所谓的圣人圣道孙中山当时就主张1644年中国就亡国了。中国有2次亡国论，这是孙中山提出来的第一次就亡于蒙古，第2次是亡于满洲他认为中国就是这2次亡国，把中国的文明搞到非常的低落
他认为蒙古人跟满洲人的主政是造成整个中国文明倒退的一个主因，因为这两种民族在入关之前都是极度落后的北方的游牧民族这骂得非常难听当时孙中山就告诉梁启超，如果不能将满洲人彻底排除出中国之外，那么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不过我告诉各位啦，孙中山后来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第一时间就讲五族共和共同建立中华民族所以他的论述很快就改变了。孙中山功能性反满对，可以这样讲。孙中山他私底下也告诉过汪精卫跟胡汉民，我们唯有这个时候提出反满的大旗，才有可能凝聚国内汉族同胞的革命欲望。简单讲就撕裂国内族群，你才有办法在切割当中得到政治利益当时梁启超就告诉当时的《民报》，如果有一天满洲蒙古宣告独立，请问你革命党未来你要怎么样去应付这个状况？我告诉各位，这个问题章太炎很早就想过，章太炎甚至直接写信给当时的肃亲王赞祺，如果你满洲要是有诚意的话，你主动推到关外，你去满洲跟蒙古建国，这样的话汉人国家跟满洲蒙古建的新国家，我们还可以彼此友善我告诉各位，这个论述其实影响非常大。所以各位，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没有多久，外蒙古就宣布独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我想这里面几个点嘛刚才其实学长提得很清楚了梁启超的预言结果后来一一都实现了，外蒙古独立，对嘛？那接下来满洲国也跑出去了，帝国主义找谁呢？就找溥仪嘛。就找满洲皇帝，对嘛？我找你满洲皇帝，那基于这个论述，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叹，历史就是如此极具讽刺性。其实这边也可以看得出几个点有时候我们在批判历史人物的时候，也不要太苛刻。为什么呢？因为就像钱穆大师说的，要温情看待历史。为什么章太炎这么反满？因为他的土地，他的家乡曾经在清初的时候被屠得很惨所以丁山图嘛，再加上浙东学派的酝酿嘛，所以他们是真反满，因为这个是血仇，几百年来被压制在那边。而对于孙中山来讲，其实广州天高皇帝远，本来广东人就比较灵活，他可以根据不同的功能来调整自己的角色。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在不同的背景之间，会影响到这些领导人或当时领风骚的这一些历史人物们，他们的这思考跟决策的想法。当然这样的一个程度上的差异，其实也种下了日后光复会跟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出现了一些裂痕甚至闹得非常严重。但是当然在这个时候，基于这个反满问题上，当然同盟会还是都站在同一阵线的。那你也不得不感叹了，就是说梁启超这个洞见真的是超越了当时他们一般人去评判。但有一点是真的，孙中山是真懂革命，是的，他知道只有煽动民族主义，才有办法让他获得更大的力量。否则你要怎么跟国内的士绅抗衡？否则你要怎么跟当时立宪派风风火火的抗衡？你基本上你连赞助奖都没有办法那这个部分是所谓的反满问题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刚才其实提了一点，就是帝国主义的问题如何处理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我们知道整个清朝的后期不平等条约就是帝国主义嘛。那处理帝国主义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论战呢？哎呀，这个问题其实影响也非常深远是否要反帝？孙中山当时讲得很清楚，他说满清政府最大的罪恶就是跟全世界30多个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断送中国的权利让中国蒙受重大的损失，在国际上沦为次殖民地。这个名词是孙中山提出来的我告诉各位当时跟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国家，除了我们熟悉的欧洲、美国、日本之外，还有哪些国家在中国有特权？你们知道吗？我举例，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竟然在中国也有特权，这是不是莫名其妙？对不对？他说满清政府竟然把自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让中国人在国际间抬不起头来所以反满必须反帝。所以当时孙中山就讲到唯有把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之外，建立中国人的中国，中国才有可能真正扬眉吐气我告诉各位孙中山一直坚持这一点，反满必须反帝。不过这边要补充一下，孙中山这时候同时也主张大东亚主义，所以他的反帝这时候不包括日本，他认为说同文同种的日本是可以联合的。后来他对日本也改观，在那个21条之后。这个时候我讲一下就是因为黑龙会的存在啦，因为今天很多人都搞错，就是说黑龙会后来变成一个极右翼的军国组织嘛。对。但黑龙会像内田良平他们早期在领导的时候，其实他们所怀抱的就是大东亚主义。是的，梁启超当时就
告诉孙中山，这个时候不是提反帝国主义的好时机啊。当时他也就在《新民丛报》上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说，第一点，中国没有管理现代化城市以及维持现代化国家必要条件的能力。当时梁启超就反问革命党，如果把上海、香港这样子现代化的城市、国际化城市交给中国人管理，中国人有能力管好吗？他当时就反问，他说，如果没有洋人的市政府，没有洋人的洋人的官僚，对，没有洋人的法律，没有洋人这一切在租界地区所维持的这些有形的建设跟无形的制度，那么这一些中国现代化仅有的一些成果，有可能维持下去吗？梁启超当时就很诚实的讲，他说中国人没有现代化的能力。这个是很伤人的话，没有错。我们必须要讲，梁启超其实讲的是实话。他认为说，你把这一些东西交到中国人手上，那很快就弄坏了。梁启超当时还举一个例子，他说英国人在修津浦铁路跟修平汉铁路的时候，各位知道最大的阻碍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老百姓晚上会去把铁路拆掉，因为老百姓觉得破坏风水。对，然后铁路切断地脉，即使当时英国人告诉满清政府，我愿意给农民补偿，农民当时都誓死反对，都不愿意，甚至于晚上去把铁轨拆毁掉。我告诉各位啊，这不是在义和团时代中国人才拆铁路当年沈葆桢在上海建了第一条市内3公里长的一条铁路，叫试营运。营运了多久？3天，连夜被上海人拆掉。梁启超是讲，这样子愚昧无知的状态，教育都没有能够推广，你这时候谈反帝国主义，其实是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他认为中国要跟世界接轨，就必须接受这些欧美先进国家的指导，所以这时候不是谈反帝的时候，双方就激烈辩论了哈。另外还有一点，梁启超当时也告诉革命党，不平等条约让中国丧失很多权利是没有错，但是请革命党认真看待一件事，不平等条约也把现代化的一些像医疗啦、教育啦、反烟啦等等这些概念也带到了中国来，所以他告诉孙中山，20年内不要谈反帝，20年后中国的国民志士成长到一定程度，我们再来谈反帝。另外，梁启超还提出一个很重要，不平等条约不可能一夕之间废除，一夕之间废除，其实中国损失更大。他认为未来等到立宪成功，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立宪国家之后，可以透过外交谈判的方式，渐进修改条约，到逐渐废止为止啊。他认为说，你一下子就宣布完全废止不平等条约，反而给了列强重新在中国扩大权力的机会，这样中国的损失会更大。我告诉各位啊，反帝的问题一直争辩到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还是认为渐进修约才是最好的方式。我想这里面也有几个背景啊，因为到了1905年之后啊，日俄战争已经打完了嘛，所以当时整个中国国内的情势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时候，相对来讲是比较衰尽状态的。这一点我们当然在日俄战争之后，我们有谈到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梁启超也是看到了一部分的契机在这边啊。那但是当然必须说了，梁启超讲20年不要去动它，其实也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但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后设之鉴啊，在当时两个人的背景，其实也决定他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帝国主义嘛。我们现在是上帝视角。对，我们梁启超是广东人，他广东长的，他看到了帝国主义带给了中国的变化，跟他到了北京去考试，沿途所经历的这些东西，其实他看得很清楚嘛。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内地省份跟沿海省份的那个落差，尤其跟广东。那孙中山是直接就在美国、在香港长大的嘛，他在夏威夷待过，他看到的是西方文明的那一部分没有这么遥远，对他来讲，这他从小就接触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的背景的差别，也让他们在很多的部分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处置的方法。不过必须坦诚讲啦，梁启超讲的是现实面啦，如果硬要分的话，梁启超讲的叫做实然面，大家孙中山讲的叫做因然面啊，因然是要把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废止。可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当时孙中山人还在丹佛嘛，然后后来他就到处去奔走。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一切权利保留。他也很现实的实用派啊。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第一件事就是跟列强讲，未来新的共和政府成立之后，列强在华一切条约有效。对，他担心这个革命的火苗被列强给采熄了哈。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当然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孙中山当时内心怎么想的，也许当年梁启超提醒他的事情，他还记在心里吧，我们也不知道啊。另外，当然啊，除了帝国主义问题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讲同盟会的时候讲到平均地权。这是什么？这是阶级问题啊！这个牵涉到了不只是革命派跟
立宪派之间的争执，其实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哦。学长，在这个议题上面呢，平均地权的阶级问题又产生了什么样的论战？首先第一点革命党跟立宪派其实这个时候都意识到一件事：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社会许多问题都不能解决。孙中山讲得很清楚，但这个时候民生主义还没完全形成。不过这个时候孙中山已经的确明确的提出，唯有解决了农村的土地问题，才有可能把中国农民的生活进一步改善。所以他主张耕者有其田。我可以告诉各位，孙中山主张这耕者有其田，就是所谓的平均地权，在同盟会提出来的时候，当时光复会对这一点是非常保留。我可以明白告诉各位，章太炎、戴元培等等这些人都有过反对平均地权这样的一个言论，也是造成后来同盟会内部发生一些分歧，甚至于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人当时也是非常主张平均地权，就是汪精卫。汪精卫当时在《民报》里面就写过2篇文章。汪精卫认为说，唯有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才有可能解决中国农村的各种的问题。汪精卫甚至于他已经主张必须要土地国有到这种地步了。汪精卫认为说，如果农村的土地问题不能解决，那中国农村的问题就会永远存在。当时汪精卫称作叫佃耕他人土地，是中国农民最大的痛苦来源。梁启超的反驳非常的清楚，一句话：反对暴力没收。梁启超主要理由有2个，首先第一个，私有财产必须要给予保障尤其是合法继承跟合法经营的土地。国家不能够透过暴力的方式加以没收。梁启超当时就提出，他说像英国、像日本这些国家，他们在国家逐渐的迈向文明现代化的地步的时候，也没有没收土地。梁启超甚至还反问过孙中山，法国大革命结束之后，没收了教会跟贵族一部分的土地，但是梁启超讲，后来等到拿破仑战争失败，拿破仑被推翻之后，没收教会的土地很多就还给教会了。可见没收土地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另外，梁启超还提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他说：你们这些革命党都没有弄懂，为什么中国的农村会有地主跟佃农2种不同阶级的存在？梁启超认为，他说这是因为宗族、宗亲跟宗教这3种原因交织复杂而形成。当时他就提出，他说很多的地主跟佃农都是宗亲关系，或者是同一个宗族之内。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地主跟佃农的关系没有你们讲的那么紧张。当时梁启超还认为，许多的地主其实都有道义经济学。简单说就是灾荒的时候不收租。梁启超就反问当时汪精卫一件事他说如果这种中国传统的地租经济是如此不合理的话，何以能在中国存在2000多年？对啊，他讲的没有错我可以告诉各位，晚近有很多学者都在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其实他们都发现到一件事，地主跟富农往往是最优秀的种田人，而大部分的佃农都是无知无识的他们的耕作技术非常的低劣，甚至于非常的愚昧懒惰，这是造成他们变成佃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梁启超认为，你把优秀的种田人的土地没收之后，平均分配给愚昧懒惰的佃农的结果，会造成整个农村生产力的下降，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梁启超也承认有土地问题，梁启超认为说，土地问题必须先从改善地主跟佃农之间的关系开始做起。简单讲就是温和改革啦。其实我告诉各位减租的概念其实一直都有，不是孙中山375减租才提出来，就是借由公权力的介入，让租佃关系没有那么样的紧张。梁启超认为说，如果暴力没收的结果就会造成中国农村解体，必然造成中国社会永无休止的动乱。我可以告诉各位光复会的主张也类似如此。后来到1910年，孙中山跟章太炎的关系更进一步恶化之后，章太炎甚至公开主张他反对平均地权。但是章太炎讲的比较委婉一点，平均地权之前先要平均人权。简单说，我们先把共和体制搞好吧，就是平均地权的问题，等到以后再说，现在时机还不到。各位，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后来在民国之后一直到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土地问题的解决就成为中国社会问题中的核心我们可以这样讲。是其实中国因为太大了，所以它有很多不一样的状况对，南北状况完全不一样。我们之前提到光复会为什么对平均地权它比较坚持它要保留的态度，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在南方地区1年3获，它的土地的收成量能是很好的对，但这是一个点。另外第二个其实中国有没有所谓的地主跟佃农阶级呢？看起来是有，但事实上常常发生变动。为什么？它可能不是一代人变动，它可能是经过2-3代人积累。对，所以几乎
每一个家族都会有个故事说，出了几代人的时候，他的族长特别的勤奋，善耕作、善经营，就积累了不少土地。可是他的儿子呢，又把它分掉了，就都富不过3代。所以很快的又沉沦下去。农村宗族之间有互助体制啊，对，而且它一直都有一个内部的一种循环变革的一个状况，所以它有一个这样的背景。可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像有些地方它的租借关系就会比较紧，甚至呢它的生产力比较差，比如说西北地区，它的佃农跟地主之间的关系就会比较紧张。我刚才提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土地问题解决之前，先解决人权，这是另外一个阶级问题啦。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叫到底要不要普选？各位，没错，请注意啊，这个时候是1900几年这个时候法国、英国、美国根本就没有实施全民普选的。这个地方两派又在争执什么？好，孙中山跟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很重要的一个论据就是4个字：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这时候法国自己也还没做到。卢梭、伏尔泰的主张，当时最主张天赋人权就是宋教仁。我告诉各位，神圣不可侵犯这句话也是宋教仁提出来的。宋教仁后来皈依基督教。他说：“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不分种族、性别、党派，都应该有相同的权利跟义务，不得给予歧视啊。”有人认为说宋教仁就是中国浪漫主义的始祖啊，他认为宋教仁是完全信仰卢梭的政治主张，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宋教仁认为未来新的共和体制之下，人人一切平等，就是未来我的新国家，所有一切的阶级都会消弭。梁启超当时就告诉宋教仁，如果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机制破坏的结果，那就是中国社会走向永无休止的动乱。梁启超认为伦理切不可破啊。他所谓的伦理指的就是上下有别、男尊女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过去拥有公民或是在财产上面比较多的人，本来就应该优先享有民权。所以简单说，梁启超主张的是有限民权。我先跟各位讲啊，这时候有限民权是主流。梁启超当时就告诉革命党，你唱这种高调没有意义。他说，你放眼五湖四海、地球之内，有哪个国家实行普遍民权？请你告诉我。我可以告诉各位，没有。孙中山很推崇一个人，叫做林肯。孙中山说，林肯解放了黑奴，塑造了美国自由民主体制之内的平等的民权。梁启超就反问孙中山，请你告诉我，美国现在有几个州的黑人有投票权？我告诉各位，当时只有北方新英格兰那边有几个州给黑人投票权，绝大部分美国的州黑人都没有投票权。梁启超也反问过宋教仁，你给妇女投票权，请问中国的妇女有多少人识字，有多少人没有裹小脚？请问这样的一个族群，你要怎么给他们民权？你要他们怎么去实行民权？所以梁启超认为，民权之事只可渐进改良，否则的话，这种所谓的天赋民权必为野心家所利用。讲得非常清楚，你这个结果就是民粹政治，因为人人一票，票票等值嘛，最后结果就是国家一团混乱啊。所以梁启超认为，革命党所讲的天赋民权皆为不切实际之论，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面也是激烈争辩。各位，其实我们看不论是平均地权也好，普遍人权也好，其实都是刚刚学弟讲，都在讨论一件事：所谓的未来的中国该不该有社会阶级存在？社会阶级到底是人为造成的，还是社会经济发展在整个人类制度自然而然的演进之下所产生的？这个是一直到今天都还是被争论的一个问题。如果是自然而然产生的，那可不可能用人为的方式加以消灭？有没有可能？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这一点。OK， 我想这里面有非常有意思的点哦。宋教仁的激进程度是当时无人可企及啊。是的，没错。妇女的投票权，我们知道在西方是发展的非常缓慢的。对啊，那还必须经过2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啊。宋教仁死的时候，这件事情都还没实现。是因为整个投票权的实施是这样嘛，它是先从有限投票权到城南普选权，再到妇女投票权之后，才会有所谓的全民投票。最早的是纽西兰可是它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英国自己都还没实施啊。但是从这些论战，我们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这些讨论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确实知识的渊博，他们可不像我们今天动手指头你就可以查资料，好吗？没有维基百科，好吗？所以你可以看到梁启超真的不愧是被当时人称为百科全书的人啊。是的，没错，真的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全才，非常厉害啊。当然论战还有个问题啊，即便梁启超这么强，可是问题就是第一个，革命党真的是新人辈出，你看跟他论战这些人都是小辈啊。
都很年轻啊。对，除了张大野跟孙中山是于属于跟他同辈的，剩下宋教仁、汪精卫、廖仲恺、黄这些人都是梁启超的晚辈了，这是一点。都是小辈。第二个，国内的情势影响会非常剧烈因为当时呢，载沣等人在梁启超的背后的建议之下呢，张謇、汤晃这些人风风火火的正在推广立宪运动可是学长，原本在1908年之前，双方还可以势均力敌到了1909年之后，整个立宪派的声势就脆弱下去了，导致了在论战当中呢，立宪派逐渐的落居下风。这里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好，我告诉各位《新民丛报》到1906年的8月左右到了最巅峰，因为它是半月刊大概2周出一次。我告诉各位，《新民丛报》跟《民报》他们都是在日本登记有案的汉文刊物所以他们是合法刊物，不是地下刊物当时《新民丛报》每一期可以卖出16000份同一个时间，《民报》一期只能卖2000多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喜欢看梁启超的文笔嘛，但是从1906年的夏天之后急转直下当时《民报》的销售量就越来越高。一般的看法主要有2个原因。首先第一点就是《民报》的写手大部分都非常的年轻，所以他们的言论比较激烈，符合年轻人的胃口。当时中国到日本来读书也都是很年轻的嘛，这些人对满清政府怀抱着非常大的不满，他们到了日本之后才发现中国是如此的愚昧落后，那种急切的心态就开始反映出来了那《新民丛报》这种主张先从君主立宪做起，这种温和改革逐渐就不受到年轻人的青睐了所以告诉各位，《民报》一开始是半月刊，后来变日刊，就每天出一份写手多对，《民报》的销售量就从2000份到了1907年的夏天8、9月的时候，《民报》的销售量已经到2万多份，而《新民丛报》一直在下降，它的销售量竟然跌破4000份，所以这一销一涨的速度非常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各位，做而言不如起而行。我告诉各位梁启超一直告诉大家，我们在日本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然后回国之后到各省各机关去服务，我们来推动君主立宪，对不对？可是从1906年、07年之后，看起来满清政府到底有没有实现立宪的诚意，非常的难说。可是革命党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在中国各地展开激烈的革命行动，而且每一次都取得很大的声势革命党不但在中国各地举行所谓的武装起义，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暗杀行动而且革命党是去干真的革命像周荣的革命军就已经写得很清楚，要舍身毁家，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各位，这一份情操跟热情是非常感动人的所以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革命这件事情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所以到了1907年的10月，当时梁启超就告诉杨度他说排满革命4个字，基层无理由之宗教，而变成一种狂热的信仰你就可以知道《民报》的宣传有多成功，已经变成当时在东京的中国年轻人的狂热的信仰梁启超认为说，这样搞下去我们必然会失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原因，梁启超认为说他又要开始做一些转变了。为什么呢？1906年五大臣考察完之后，随即清朝就宣布预备立宪嘛。之后梁启超认为说，未来的工作重点对他们这些立宪派来讲，应该是跟国内的立宪派联络，我们里应外合来搞立宪，跟这些革命党多费唇舌无益我懒得再跟他们辩了啦，反正我也讲不过你们嘛，讲了半天你们就拿天赋人权来压我，好像我梁启超不讲人权一样，对不对？讲这种话，所以他就不想再辩了所以1907年的11月20号，《新民丛报》就出最后一刊，以后我就不再讲话了。所以各位，这一场辩论的结果以《民报》大获全胜收场梁启超关掉了《新民丛报》不过其实这个辩论的输赢是其次啦。我们这边可以反映出来，在往后几十年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其实在这场辩论当中几乎全部都讨论到了。对，所以我一开始才说这一场辩论在今天来讲都还很有参考价值，原因就在这边。我想这场辩论真的是中国在帝制时代的最后一场非常大规模，而且有趣在哪里呢？就是不管是梁启超或者是革命的新秀们，他们的底层的逻辑思考的脉络都在这里边展现无遗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就远见来说，梁启超真的是非常有远见，但是就革命的手段、宣传的方法来说呢，那革命党确实取得了长足的成果
尤其是这些新秀们，这些新秀到了民国时期之后，除了被暗杀掉的宋教仁之外，个个都影响甚远对，那还很活跃，非常活跃哈。所以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就4个在形容这个叫做恭逢其盛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但他们所讨论的很多的一些内涵，即便拿到了今天，不管是哪里，你可以去观察到很多现象，你可以看到那种4个字叫似曾相识之感啊。对，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常讲哦，人心是会转移啊，但是呢，人性是不会改变的哈。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为什么会具有参考性，对不对？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啊。在这场论战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嗅到非常多很深层、很有味道的在里面哦。那至于是什么呢？好，因为这一系列纯讲历史啊，我们不多做评论，大家呢可以反刍思考一下，你感觉到了什么？跟今天有没有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说刚才学长讲的很关键哦，革命派几成信仰，这几年台湾发生好几次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对，没错，无理由之宗教是啊，那信念的升华嘛，它到最后就变成一种宗教式的一种狂热嘛。那到底对国家是优还是劣啊？这个我们就可以透过历史的角度来做一个参考了哈。好，那关于呢非常非常精彩革命派跟立宪派之争呢哈，在论战上面啊，到了1907年终于分这个高下了啊。梁启超把工作移回了中国内部，重点啊去推动他的立宪运动。那我们之前讨论立宪运动的时候，其实已经有讲到，所以大家可以回到那一讲去看。那革命派呢，接下来他们做了哪一些革命运动呢？我们接下来也会跟大家来好好聊一下，包括这些暗杀活动啊，写手都跑去暗杀了，你就知道他们有多疯狂。最有名就汪精卫啊，汪兆铭先生啊，他都跑去这个埋炸弹要炸人啊，所以就可以知道他们不是只是单纯在民报上给你嘴炮啊，他还是真的就干了啊，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当时为什么那么多留学生热血被撩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很让人感动的啦。是的，确实情操确实非常让人感动。对，好，我想我们做这个系列也是豁出去了，希望提供给大家更多精彩的内容跟历史的分享啊。那最后还是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给我们超级留言、超级感谢啊，留下你的意见跟看法，我们一定会来好跟大家回应。那最重要的是加入我们的会员呢，我们现在会员呢都会有会员专属的影片，好，那我们有些漏网镜头啊，或者一些精彩的补充啊，好，你都可以在会员的专属福利当中看到哦。那最后呢，还有包括可以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或者是邮局，让我们更多粮草做得更好。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王立本学长，好，谢谢学弟，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一期再相见啦，拜拜。拜拜。